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ca 故事村，我是村长 Poca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。同时，我们也将故事绘制成插画放在本集简介的链接中，以及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，欢迎收看、订阅与分享。上一集的故事，小河童和同班同学杰西在休可古国不断的迷路，还好受到好心的休可古国人们帮忙。而这集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就知道了。蓝色的旅程第3天，豆腐鸟们的蓝色之家。今天我和杰西参观了休可古国的一个特殊景点——豆腐鸟们的蓝色之家。豆腐鸟们住在山壁上的洞穴中，一只鸟住在一个洞穴里，而这里的山壁上有数百个甚至更多的洞穴。这里的山壁与我们住的 Poca 村高山区的高山有很大的不同。Poca 村高山区的山们布满着各式各样的树木与草地，而这里的山则是像岩石一样，上头只有几株小草，可说是光秃秃的，当然连一棵树也没有。由于山壁的外墙被涂上了显眼的蓝色颜料，因此豆腐鸟们的家又被称为蓝色之家。而这些蓝色的颜料据说是以蛋黄加上蓝色的色料制成，这是休可古国传统制作颜料的方式，所以有许多游客都会特别来这里欣赏这些蓝色颜料画成的图。豆腐鸟们的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每一个洞穴与每一个洞穴之间都有通道相连，所以在山壁的内部甚至有厨房还有卧室这类大型的空间哦。据说这些通道是过去豆腐鸟们为了躲避大鸟攻击而建造的。当遇到危险时，豆腐鸟们会全部躲进洞穴后的通道连接的大型空间里面，直到外面的危险消失之后才会出来。而现在已经没有大鸟会攻击它们了，豆腐鸟们都在此过着悠闲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参观。虽然我们参观的洞穴都是现在没有豆腐鸟居住的洞穴，不过因为洞穴太多，彼此相连的通道又复杂，我们好几次都在里头迷了路，甚至不小心闯入有豆腐鸟居住的洞穴。正当我们烦恼该如何离开时，一对豆腐鸟夫妇朝我们招了手，邀请我们去他们家。起初我们有些迟疑，但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，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。豆腐鸟夫妇的家里，地上铺着有着漂亮花纹的地毯，女主人戴着头巾，用比手画脚和简单的 Poca 语与我们沟通。
告诉我们他们刚好泡好一壶红茶，想招待我们。据说在休克古国，大家都会用郁金香形状的红茶杯喝红茶，平均每位休克古国人一天会喝5到6杯红茶，真是惊人。想体验休克古国文化的我们，吃饭时虽然也都会喝一小杯红茶，不过却从来没喝过像这对豆腐鸟泡的红茶这么好喝的红茶，不苦也不涩，还可以闻到浓浓的红茶的香气。我和杰西一边和豆腐鸟喝着红茶，一边聊着休克古国与波卡村的文化习惯有哪些相似，或是有哪些不同的地方。彼此间都感到十分的惊奇。虽然这对豆腐鸟夫妇想再请我们吃晚餐，但因为担心没有回去旅馆的巴士，我和杰西只能和他们道别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和杰西又想起旅游书上写的休克古国人亲切又热情。这几天真的深深体会到这件事情呢。不过身为外国人，而且又还是小朋友的我们，还是得小心一些才行。虽然这么说着，但我们也忍不住想着，刚刚有鼓起勇气留下来喝红茶，真是太好了，对休克古国又认识了一些。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，是不是也很想和杰西与小河童到豆腐鸟们的蓝色之家呢？不过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迷路才行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小河童，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。你也可以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河童的造型抱枕，相关链接都在本集简介中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故事，也欢迎您请我们喝一杯咖啡，支持村庄发展哦。那么波卡村长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周再见了。